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体空则无毁我之人呐，心空则无迷我之物啊。这是好话一句啊。体空则无毁我之人，这个毁呢是伤害、毁谤、影响的意思啦。那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能放下对这个色身的执着啊，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啊，这样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毁谤啊、冤枉、误解，甚至凌迟、伤害等等呢，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啦。也就是不会有我很不开心，我很郁卒，我很受伤，我很无奈啊！你怎么对我这样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等等，充满了我的念头。这个空不是指虚无的空啊，而是小我或无我的空啊，是指不被外境所干扰，而能保持内心的笃定安定啊。好，那心空则无迷我之物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能放下心中的执念，就不会被外在的物质所迷惑，也不会被欲望所绑架啊。这个空就是不跟境界沾染的意思了啊，心境不跟外境沾染，桥归桥，路归路，彼此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才不会被影响或迷惑了。所以无论是体空或心空，都是在保持一个空性啊。保持空性就是保持距离的，这样才不会互相碰触而彼此影响或纠缠不清啊。那体空跟心空也是在提醒我们，唯有保持离境跟离相的状态呢，才能对境不起心呢，对境无心呢，我们的生活才会一切无碍而清安自在。不但能减少痛苦跟烦恼，还会对我们的心理呢、健康或人际关系呢，跟工作态度呢，产生良性的影响啊。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离境不是不要境啊，而是不着境；离相不是不要相，而是不着相。境跟相都会有的，境界千变万化，不是吗？所以不要过度执着于外貌啦、名声啦，不因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而动怒，也不因别人的恶言恶行而影响我们的心情，或不因身体变化而产生不安。能做到这样，就是体空啊，不被欲望或情绪牵着鼻子走，也不执着于对错得失，能随时放下心中的烦恼、埋怨、忧愁，更不执着于过去跟未来，而能享受当下，活在当下，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能做到这样，就是心空了。可见体空跟心空的概念呢，对我们的生活能否轻松愉快跟从容自在，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啊。体空跟心空其实就是佛家所说的三轮体空跟诸法皆空啊。不坚持己见而能随时解脱知见啊，这也是一种放空，也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啊，这样烦恼就会跟我们说再见。心空无见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哦，或没有主见，或摇摆不定、人云亦云的，不是这个意思哦。无见指的是没有定知定见，没有妄知妄见，更没有邪知邪见，没有这些偏见。不过要有正知正见，定知定见还不好，要正知正见，还是要有自己的意见跟想法。虽然处在人群中呢，可以跟人家和睦相处，也很合群，但不会盲从附和哦，人云亦云哦，还是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啊。其实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的道理了。和而不同是不简单的功夫啊。简单讲就是什么？同流而不合污啊，也就是明哲保身啊，但还是没有离开人群哦。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因为懂得以法护身啊，
巩固自己啊，能这样就不会轻易被人跟事的人事问题所伤害或影响了，因为他懂得自保那自己都不懂得保护自己，更甭谈去保护别人呐！泥菩萨过江难保啦，如何去保别人呐？是吗？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不坚持己见，不刚愎自用，随时可以放下自己的意见。那这样子的人，他认为提出意见是我的好意跟诚意，但采纳不采纳是大家的权利啊，一切随顺因缘，顺其自然，可提可放，可进可退，这样的功夫叫做心空无尽啊。这种人烦恼一定随时跟他说再见，他不会烦恼缠身，也不会自寻烦恼，更不会自惹尘埃啊，因为他懂得放空跟放下啊，也就是常常保持体空跟心空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解脱，佛法上叫做解脱知见啊，这个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啊。做志工能不为名不为利，付出无所求，但是却常常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这样也是叫有所求，就不是解脱知见了。有一位委员请示正言上人他问上人说：“上人，我已经做到不为名不为利的自认为已经是付出无所求了不是说无求就没有烦恼吗？那为什么我还有烦恼呢？”正言上人马上问他：“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啦，因为这是凡夫的通病喜欢坚持己见什么都可以放下，但是知见放不下，意见放不下，很坚持对，因此烦恼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们常常说：“哎呀，人多意见多啦其实如果懂得解脱知见，也就是懂得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学习扩大自己的心胸跟格局则心大则同心小则异心在作怪有一种舍离呢，比舍离钱财跟物品更重要的，就是舍离知见。有些人是什么都能舍，金钱、财物、时间、功能、财产都可以舍，但是知见很难舍，喜欢坚持己见那舍离知见就是舍离自己的观点跟意见所以同与异也是一念之间也是不二法门是一体两面我们每天都在执着自己的成见都认为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己所说的有理，别人是无理的，这个叫做我执啦。这也是凡夫的知见，所以也叫做我见。那我执跟我见呢，是一对难兄难弟一个出现了，另一个一定随时在旁所以学佛除了要解脱烦恼、解脱生死之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解脱知见唯有空掉了所有的成见，同时也不先入为主，这样才有可能以宏观跟客观的角度去判断我们身旁的人事物能这样净空自己，才有可能找到真理真正有成就的人是你对他也对，你有理他也不无道理，这样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旦能破分别也破执着，才是真入境界那这个境界就是佛法上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就是无的意思没有，耨多罗就是上的意思三藐三菩提，三就是正的意思藐是平等的意思那三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那破了执着就是正觉，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的梵语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佛法上最高的智慧觉悟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学佛不是求名闻利养或功名利禄而是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道理有点深好，言归正传。
为什么别人错了也是对的呢？老实说了，他根本就没错，是你以自己的刚刚讲定知定见跟自己的角度去当标准，去认为他错了。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往内深观，懂得这个道理的我们就能成无上道了。因为你的清净心跟平等心已经开始现前了，启发出来了。任何事情你能够天天反省，反省自己这一边，不要去责怪别人那边，那你就成功了。你要是反省自己，认为自己都没有错，有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你就大错特错，就很难回头了。如果还执着有个他，还执着有个我，执着我对他错，那这样我就错了，那对了也是错了，过失都在自己，别人没有过失啦，别人错了也是对的啦，我对了也是错的啦。修行就是要这样内观自省，才能收到效果。我好像听起来就很不容易啊，因为有人会质疑啊，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呢？明明是他错啊，不是我错啊，那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因为我对了还是有我执啊，有我执就错了啊，还有我的概念啊。体空跟心空就是没有我的念头，没有我执，也就是无我。所以在演讲或分享的时候，甚至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很忌讳一直讲我，这个大家都要互相提醒了。例如有人讲话喜欢讲说我认为我觉得啦，怎么样你最好听我的啦等等啦，这样讲就代表有我执就不好，这也是说话要注意的地方了。尤其我们常常上台讲话的人不能讲我一讲我就破功了。对以前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一个国家勘灾那出发前呢，就向证严上人做那个告假跟行前报告嘛。那有一位资深的委员就向上人说这次我们去勘灾呢，我们会去见当地的省长还有市长还要去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呢接受采访让电视台知道我们要去这个国家勘灾。证严上人听了之后马上说有没有见省长市长不重要，既然要去勘灾，最重要的是要见灾民。接着又说这句话是重点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去宣传慈济。这句开示是词很淡理很浓，代表证严上人的中心思想。我们去赈灾不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来了，一般人都这样想嘛，上人不是这样想不要利用赈灾的机会宣传慈济意思是什么？去勘灾或赈灾也是要让心地保持清净无染你有这个念头刻意要去宣传，就会有落入着相之嫌，有所求的啦。而修行最忌讳的就是着相，不管是着事相或着我相都不好，一着相功德就大打折扣啦，就可惜了啦。着相就会有所求有所求就会带来烦恼其实去勘灾根本就不必宣传，在灾区台湾也好海外也好啦，在灾区看见蓝天白云制服的就知道这个是慈济志工啦。灾区也是道场，一点都不能攀援你如果要攀援那对方也是要攀援尤其跟政治人物接触他们也是想攀援这样就好像彼此在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原本是神圣清净的救灾，那变成清流中有污点了，那这样就美中不足了啦。所以理念要清清楚楚，不能落入任何的尘劳2015年年初，也就是10年前了大家都记忆犹新慈济内湖的开发案不是闹得沸沸扬扬、纷纷扰扰吗？那时候媒体跟网络在片面收证跟自由新政之下呢，以哗众取宠、无的放矢的这个不正之见呢，误导视听任凭慈济再怎么详细解释，心正已成而听不进去在如此动荡纷乱之际证严上人所展现的应对之道，就是让自己在心境上安忍不动，
稳如泰山。不但积极召开检讨会，期许对内能够汲取这次的教训，对外要能够安定人心、教化人心呐。因为你纷纷扰扰的，就是纷乱人心，不是吗？然而，正言上人始终没有随之起舞啊，这才是大觉者的胸襟跟气度啊！这也是以平静跟温和的反应去应对乱象啊。而最后决定将内湖开发案呢撤案，选择撤案就是选择放下嘛，放下就是解脱啦，解脱就是跟乱境脱钩啦，这样才不会跟境界牵扯不完啊。这就是体空跟心空的空性，其实这也是宁静致远的大无畏精神啊。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说啊，非淡泊无以明志啊，非宁静无以致远啊。非淡泊无以明志这句话就强调要看淡名利，不被物质诱惑或影响，才能保持内心的清明啊，也才能坚定自己的志向啊。那非宁静无以致远呢的意思是说，如果内心不够淡定沉稳的话，而毛毛躁躁沉不住气，就无法获得长远的成就。这两句话是诸葛亮勉励他的儿子要修养品德，保持冷静跟专注，同时不能沉迷于功名利禄，这样才有可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长远啊，也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那诸葛亮第一句话讲的淡泊，就是佛法上所说的无欲，无欲就是没有欲望上的执念嘛。那这个也是要能够做到体空跟心空才有办法啊。都已经空了嘛，还有什么好计较的，不是吗？就好像前面讲的内湖开发案都已经撤案了嘛，都已经没有开发的这回事了嘛，就是空了啊。既然已经空了，那自然就是不惹尘埃了嘛。那诸葛亮讲第二句，这个宁静致远的宁静，就是佛法上所说的禅定。心离静就是禅呐，心不乱叫做定，两个合起来叫做禅定啊。想要内心宁静致远呐，就要心不着境，也就是要随时保持心离静。简单讲就是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心在宁静的山泽里啊。也就是说，身在人群，心是独处的啊，这就是禅定的功夫了。那禅修所强调的止观啊，这个止就是强调心静止，观静下来之后，就能观察隐藏在内的智慧。所以止观也是修行过程中一门重要的功课啦。因为当我们的心能够静止跟沉淀下来呢，才能真正洞察人生的真理嘛。就好像水清才能看到池底啊，不是吗？也才能看到鱼啊，道理是一样的啦。那这跟诸葛亮讲的宁静致远道理是相通的啊。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是在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于外在的人跟事，不去执着而把它放空跟放下，才不会因人乱了心，也才不会因事乱了心啊。这样自然就能无毁我之人，也能无迷我之物啊。因为都已经能做到无我了，怎么还会有毁我跟迷我的事情产生呢？是吗？道理跟意境听起来很令人向往啊，然而却是一件不容易之事啊。虽然说不容易的，但只要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呢，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这样的道理跟诸葛亮讲的淡泊明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古圣先贤的思想跟佛陀的思想是英雄所见略同哎。我们过去很多读书里面都提到古圣先贤的话跟佛理里面的话呢，互相印证啊，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啊。有一位实业家的志工在商场上呢尔虞我诈竞争激烈的那种地方呢培养他怎么样，很聪明，很有谋略，事业经营的非常成功。但也由于自己的成功经验呢，而逐渐塑造出自己自信满满跟自视甚高的人格特质啊。
有时候他因为过头了而坚持己见，而造成刚愎自用、我行我素啊。而这样子的强硬态度，他自己他不知道啊，看不到自己的，看到风吹起来的现象，但是看不到风啊。这样的个性在强调谦卑缩小跟深色柔和的修行团体里面，让他产生很大的矛盾跟冲击啊，也令团体十分困扰。那这位实业家因为这样的个性呢，很难跟团体啊、跟人群和睦相处，那最后就是渐行渐远了嘛，坏了自己的修行之路啊。那傲气跟脾气会让我们很难跟人家亲近，这样即使所说的道理再对再好，人家也是听不进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说嘛，说话很有道理，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啊。而自己也因此成为孤家寡人呢、追根究底就是狂妄自大的个性，让自己陷入孤独跟孤立啊。这个就是佛法上所叫的、所称为的无明啊。刚刚我们前面讲，我执跟我见是一对难兄难弟嘛。其实自以为是跟我慢也是一种也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个互为因果啊。一个出现，另一个也是出现在旁啊。同理，身着我见的人也一定会坚持己见，很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种人也一定会坚持我自己的意见。那身着我见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学佛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的。那修行要摒除这样子的无明跟习气，所以想要有好的人缘，或让自己无明变光明啊，体空跟心空是必修学分啊。有一句话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这样的道理啦。那身跟心都是空的，本来无一物啊，也就是不但体空也心空啊。那本来无一物的空，又怎么可能惹尘埃呢？对啊，如果是体空无我，心空无见，则任何事物从心而过，不会留下痕迹的，就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嘛。怎么会有我受伤了啦，我狱卒了啦，我很无奈啦，我很不平啦，我很倒霉啊，等等的烦恼跟不愉快产生的。所以不是外境变幻无穷，而是我们自己的心跟万马奔腾一样啊，兵荒马乱，动荡不定啊。其实我们这颗凡夫心就好像是脱缰的野马，很难驯服啊，也好像抓泥鳅一样啊。大家都抓过泥鳅嘛，对，好不容易抓住了，又被他溜走啊，滑溜溜的，很难掌控啊。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道理，都能体会这样的道理啊。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道啊：“菩萨道做人间事，不必时常提醒自己要做多少事。有这样的念头，就会刻意去记自己已经做了多少事，这样就不好。”哇，这句话的开示是在提醒我们要无相布施跟离相布施啊，也就是三轮体空的意思啊，意境非常的深远呐。有一句话说哈，行于世间不着世间呐，行于世间就是做入世的工作了，不着世间就是用出世的精神，离相修福得清净福报，离相修慧得清净智慧啊。那布施要三轮体空，才是无漏的功德啊。有一个委员啊，几年前啊，去过一间寺庙之后呢，就感觉自己卡到阴了，感觉身上常常有东西附身，然后也能通灵哦。那他自己跟他先生都很困扰，因为这样子呢，他捐了一笔钱呢，当龙董啊，希望能求得平安呐。那他来见上人了，上人跟他开示说道啊，求心安也是有所求，并且说没有什么因可以卡到我们，也没有什么灵可以通，要心存正念，心越迷就越不安，感觉自己的心被卡住，当然心就不通嘛。
同理心不通，所以就感觉被卡住了啊。那上人就问这位委员哦，我救的人多还是你救的人多？问他了，答案大家应该很清楚嘛，对。可是上人却说哦，我都没有感觉我在救人，并且说啊，即使做好事，也不能心存善念，也不能心存恶念。哇，这句话就很有道理，很深呢。不必心存恶念，不能心存恶念，这个容易体会嘛，对不对？可是不心存善念，这个道理就很深了呢。做好事也不能心存善念了，这句话好像颠覆我们的传统思维呢。我们就是会想说，因为我们就会想到，就是因为有善念，我才会去行善嘛，不是吗？先有那个念头，才去化为行动。怎么会说做好事也不能心存善念呢？其实这句话是正悟的理念啊。它真正的意思是指什么？行善助人，要能不着事相，也不着名相，也不着我相，要三轮体空啊。这就是刚刚上人讲的，我都没有感觉自己是在救人，这是很高的一层境界啊。这样一解释，大家就豁然开朗了啊。那有一位很发心布施的企业家，进入慈济之后呢，也发心捐了好几千万了。那他把点滴的捐献，把点滴捐给慈济的这个善款总金额除以100，心中经常清楚记忆着说：我已经捐了几个龙董啦。虽然发心在布施，但却落入着相布施啊。我们可以理解，布施者并非全然是学佛者，或者是立根器者啦。虽然着相布施，但总比没有布施来的人好太多了嘛。有些人很有钱，但却没有布施的习惯呐。而一旦学会布施，却又执着名相，所以道场才会恒顺众生，以受证融懂的世间方便法呢，来启发出击者的善根啊。学习难舍诸难舍，从小舍到大舍啊，这个就是度众的次第，一步一步来了。好像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样嘛。那现在已经进入三轮体空的人呢，有些也是从当初的着相布施慢慢学习成长。原来布施要这样子做才会功德圆满那慢慢进步到无相布施这个是清净心的启发跟养成嘛。也就是从人间路的方便法走入菩萨道的真实法。其实老实讲三轮体空也并不是单指布施而已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能够省吃俭用，克己复礼，穿衣简单素雅，吃饭随缘受用，马马虎虎不刻意，简简单单不强求虽然生活很简朴，但丝毫不邋遢一出门还是庄严相的这样也是近于三轮体空啦。这是把三轮体空的广义解释那这样的意义就更深远了其实开悟有很多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无相解脱。简单讲就是人生没有什么事重要到必须常驻心中了。这句话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这就是无相解脱。你解脱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放在我心中而且还放那么久永生难忘，更惨。然而有些人不但将烦恼藏至心中还一直在复制本来一个苦变成2个苦，本来只种一支痛苦的箭，后来再种第2支、第3支苦上加苦，万箭穿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每天带着心事过日子生活自然是越活越辛苦有一个和尚呢问老禅师想渡生死大海可惜没有舟怎么办问老禅师老禅师的回答说4个字：寸草不借。意思是说，不要说一艘小船就连一只小草都不必依靠它，关键就在自己一念之间。一个知见要坚持它或放下它，也是一念之间所以才说寸草不借嘛。意思是说不必借助外力只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因为心念简单则不起事端心念复杂则无端生事对事不在意
则没有任何事会伤到你；对人不在意，则没有任何人会障碍到你。所以体空则无毁我之人，心空则无迷我之物。这个空就是放空跟净空，也就是不在意、不在乎。不在意、不在乎，不是不管他、不理他的态度哦，不是这样子哦，而是厌妒寒谈，厌去不留影也就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进入是非也可以出离是非，进入烦恼也可以出离烦恼，可进可出可提可放也就是不跟人跟事的外境有所沾染跟牵扯要做到不跟外境沾染跟牵扯，就要学习什么？体空跟心空嘛，也就是舍离。所以学佛先不要问说得到什么，先问自己舍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舍就是失去了嘛，没有了就没有了嘛能舍诸难舍，都舍掉了就是空的嘛。而一旦能体空，就无毁我之人嘛；而一旦能心空，则无迷我之物嘛。好，我们大家互相共勉了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